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！我说你看什么看呀？等下有你好看的。嘿，子曰：“非礼勿视。”所以小爷我就只好看你了。哎，这小子，公堂之上，谨言慎行啊！你这小王八羔子！我别忘了是你告状说被小爷我打瘸了的，难不成这样瘸一次？算了，怎么着？我跟你说啊，待会儿自有大老爷为我等主持公道。哼，何必我亲自动手？升堂会晤。原告来了吗？见过大人。被告呢？回大老爷，小民来了。来了还不跪下？他们怎么不跪啊？放肆！他们乃是宛平县的在学生员，与本府同属斯文一脉，一律上堂不跪。你是什么东西，也敢跟人家攀比？就是，回大老爷不是个东西，小民跪了。本府听你这话怎么这么别扭？这回大人，这刁民是在拐弯抹角的骂老爷，应予惩罚呀！对，就是啊。还反了你不成？来呀！是。掌嘴10下。是。慢着，你是何人？大人，在下乃是被告的讼师。讼师？本府烦的就是你们这些人，无事生非，挑拨离间，兴讼敛财。本府不问，不许你说话。来呀！是。打他！是。哎，慢着，本府让你说话了吗？公堂之上不让讼师说话，这可闻所未闻。在下往来大明各地，大小公堂上过无数。公堂之上，讼师可为被告代言，这是天经地义。怎么到了大人这儿就不行了呢？大人，你就不怕传出去，告你个先入为主，有碍秉公执法吗？本府在此坐堂也不是1天2天了，怎么从来就没见过你呀？哦，在下不是本地讼师。就他还有钱请得起外地的讼师？那你都打过什么官司？说来听听。哦，这么说吧，我大明开国以来，所有重案要案，在下都有参与。好，你是刘伯温，刘大人的长班。回大人，是。这位讼师是刘大人为你请的？没错。这么说，刘大人还是很看重这桩案子的。此案从头至尾都与我家先生无关，有罪无罪，小民一身承担。原告，你告他什么？不是，大人，状纸有诉啊。罪犯刘毅邀买匹兵，冒充皇家信使，大闹县衙，殴打秀才，凌辱斯文呐！宛平县全体生员匍匐上告，鸣鼓诉冤，央启府台大人主持公道。主持公道，大人，主持公道，主持公道。被告，你有何话说？那我说吧啊！我问你们，你们这一群人都是让他一个人打成这样的？怎么不是他？不是他还有谁啊？就是他先打的。他心狠手辣，你看看，给我们打了，你看。你笑什么？大人，我笑他们这瞎话都没边缘呢。哎，我说你们这还秀才呢，
你们念那点书是不是都就饭吃了？这个啊，你怎么说话的？你怎么说话的？你这侮辱斯文，还望大人严责。公堂之上不可造次。宋师，注意言辞。大人，你也看见了，被告可是一个人，而且还是个少年，怎么会把这一群正当年的秀才打成这样呢？啊？是啊，你们这么多人，怎么被一个小厮打成这样了？不是，回大人，还不是他先报了名号，说是刘伯温的家人。是啊，生员们都是读书人，看中刘大人的脸面，也就不好还手反抗了。对呀，这么说，他是仗势欺人了。这学生可不敢这么说啊。被告，你接着说。你这话说的就不对啊！既然你们那么在乎刘大人的脸面啊，打都不还手，那怎么会越过县衙把官司打到府衙来呢？是啊，此事应该在宛平县聚结，不服再来本衙嘛。被告大闹公堂，那个县官弄不过他。对，大人您听听啊，这就不像话。县衙怎么也有衙役30-40人吧？摁不住一个小厮啊！这难道是3头6臂的哪吒吗？这个还不是因为那个刘伯温？你看，你又提刘伯温，他是刘伯温的小厮，这不假。但刘伯温跟这事儿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！你们上来左一个刘伯温，右一个刘伯温，难道你们要说刘伯温纵土行凶不成吗？哼，真是。这可是他说的啊，我可没说。就是啊，不是，照你这话头演绎下去，他就是这么个结果呀。被告宋师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啊！对呀，这话更不对了。断案尚未断，恩怨未明，何来君子小人呢？未断先审，越俎代庖，难道你是堂上大人吗？你血口喷人你！大人明鉴呐！大人明鉴呐！离间白，马生角，乃是行讼之人必修之术。你可以反辩呐，你又说不出什么来，上来就罗织罪名。大人，你看这谁在血口喷人，妖言惑众啊？我等俱是读书之人，夫子有言：敏于行，纳于言。我等说不过你个老宋棍。那你可不算什么好学生。那怎么不是？大人，你看啊，这一群人让人一个人打成这样，这还敏于行呢啊！兴讼闹事上得堂来，说不出个子丑寅卯，你倒真是讷于言，又不能说又不能做，这都一些什么玩意儿？这是啊？废物呗！哎，你怎么说话？说话呢你？你怎么这么说话呀？啊，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公堂之上不可放肆。小民知罪，不敢效了。被告，你方辩驳依据又是什么？当堂讲来。哎，大人呐，法条再大，它大不过长时间。您也看见了，一群人告他，说是让他一个人把他们打成这样，又说他一个人到县衙大闹，这于情于理说不通，这是诬告啊！我等一该人证俱在，又是在学生源，为何要诬告一个外来的小厮下人？就是啊，哇塞！大人，是啊，这于情于理也说不过去呀。老爷，小民去卢沟桥并不是去玩耍，实际是暗查不法之徒。哦，谁是不法之徒？你又查到了什么？地痞恶霸私设关卡，劫收关税，他们担心真相败露，殴打小的。你就胡说八道！啊！大人，瞎说八道啊！告你的都是些读书的士子，怎能说是地痞恶霸？读书之人如果无耻起来，那可就是衣冠禽兽。对。哎，你们你说什么呢你？斯文，大人，你当责罚，要不我等告一状。对，告一状。大人，有人告，有人在你治下私设关卡，收受关税，这可是大事。你有证据吗？正因为没有证据，所以小的才前去暗查呀。对呀，
大人不妨按照这个线索查下去，必有斩获。大人，现在可有被告刘毅把这案子告下来了？私设关卡收受关税，这事关朝廷。大人，这案子不查，说小了你这叫玩忽职守，说大了你这叫包庇犯罪。哎，不是，这本来是我们状告你们殴打秀才，现在怎么成了你暗查不法之徒了？哎，就是啊，这是搅浑水，大人。好了好了，此事状纸未诉，与本案无关，不予听讼。至于众秀才申告被殴一事，本府还需下堂研判。退堂。这完了，这么便宜，完了，这怎么能完呢？大人，这被告怎么办呢？你说怎么办？交保听传呢？哦，是。怎么又扯到这事儿上来了？不是，您不知道啊，那知府他装糊涂，来了个一推625，他两边都不得罪。哎，那咱们送的银子，不又打水漂了吗？依学生之见，知府大人还是给足了咱们的面子。对呀，要是私设关卡的事儿在公堂之上深究下去，这……问题是，那刘伯温的小厮是怎么知道这事儿的？哎呀，学生也在疑惑这事儿啊。哎，还有那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宋师。嗯，对，那个老头伶牙俐齿。就是。听你们的描述，他会不会就是刘伯温呢？啊？那咱下边怎么办啊？暂且忍一下，待我探探风头再说。二位，先请回吧。啊，伙计，来了。老爷，什么吩咐？把这桌酒席给我退了。这可不成，咱们这儿没这规矩啊。规矩都是人定的，我的客人不来了，谁吃这一大桌子酒菜啊？这不是浪费吗？哎，你这大爷糟践了。这些时蔬果鲜、鸡鸭鱼肉可都是您提前订的。对，您不吃，您看我们卖给谁啊？那我管不着。别，对，坏了怪可惜的。你看看，是不是？这都是硬菜呀。就是啊。哎，二位，没事请回吧。啊，不是，哎呀，金老爷，你看我们兄弟为这事忙活的有些时日了，你看看这我们俩倒是好说，关键是下边还有一大帮兄弟呢。要不我叫他们上来意思意思，喝点酒？哎，对，行了，我这桌酒菜是招待公差的，我记得你们的已经开销过了吧？不是，那人家又不肯退，你看这个肯定退不了。哎，得嘞，金老爷，我前替兄弟们谢过金老爷的场，我去招呼他们了。哎，对，哎，呸，吃，不怕噎死。哎，别动，放下。伙计，把这肘子和鱼装铁盒里，我给我儿子带回家去。行。大人。哦，高将军，刘毅啊，备茶。好。来，坐。高将军，发现什么了吗？宛平县那个金书办，刚离开府衙前的酒肆，好像回县里了。嗨，他原本是打算在那儿大宴宾客，答谢那帮衙役的，结果没成想呢，这刘毅跑到堂上溜达了一圈，毫发无损又出来了。他的如意算盘落空了，所以看上去他也是气冲冲的。还是没跟那些花子联络。没有。盯紧了吧，他们这些收惯了黑钱的人忍不了多久，马上就会有新动作。末将知道。习习古风，以音以语，民免同心，不亦有怒。哎，小兄弟，你这口中念念有词的，
捣鼓什么呢？背书念诗呢。没想到你还这么刻苦。嗨，刻苦。习习古风，以音以语。明年行了，高将军，你找人盯着那些花子吧。末将领命。先生，外面人都传要特开恩科呢，谁都可以考，考上了就给个官当。小的也能去考吗？还惦记当官呢？小的这不是求上进吗？求上进好啊，但是考恩科这事儿，你怕不够格吧？还没试怎么就知道不够格呀？哎，不过这恩科到底是什么呀？恩科呀，恩科就是朝廷科举取士，尽收天下人才。哎，说是尽收，岂能没有遗漏啊？于是朝廷呢，就利用各种喜庆，再开博学宏词之类的特考，以招天下遗贤，这叫恩科。过往进士多为男人，现在燕王封了北地，所以朝廷特开北地恩科。见过老爷。我估摸着这2天你也该来了。老爷，这是您这2个月的份子，准称足两，不差分毫。本官还是那句话，适可而止，朝廷是有法度的。在下谨记。差不多得了，这钱要是都被你们挣了，别人喝西北风去啊！行辕那边收不到钱，大将军府就得找皇上要银子，朝廷那边一较真儿，还能有你们的好啊？老爷说的是。我这儿就不要老宋了，本官为一县正堂，还吃着朝廷的俸禄呢。老爷爱民如子，小民也都怀有一颗感恩之心，孝敬您那都是发自内心的。依我看呐，这衙门里的人就你会说话，办事也牢靠。多谢老爷夸奖。顺天府拨下的差事，你们公料房准备的如何呀？回老爷话，重建河驿门外的长河桥，工料都已备齐，这几日就可以开工了。一定要建好啊，切不可偷工减料。是，别落个通不过验收，丢了本县的面子。一切请老爷放心。在下还有一事相求。说。府衙张榜要开博学宏词恩科，我想。怎么？你也想参加？这事儿怕是不太好办吧？朝廷有明令，被斥考生不得再考。所以呀，在下是青云之志未泯，一片痴心寄予小犬。令郎失明在外，人称才子，当然要去应试。本县啊，自然是要推荐他。谢过老爷。不过还要烦老爷再写一封荐书。哟，军爷你又来了。来，把那个给我。这些可是大房山的石头。那还能是哪儿的？我怎么瞅着这些石头有点绵软疏松，不够紧密坚实啊？那都是皮子，等打磨之后均匀再看。此事可万万马虎不得，稍有差池，可是要砍头的。可不敢。你准备什么时候开始打磨这些石料？得过2天吧，我这料都还没备齐呢。好，那我就过2天再来看看这些石头打磨之后
是不是真如你所说的那么紧密坚实？得嘞，您请好吧。过2天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！哟，王兄，好久不见呐！哎呀，王兄、刘兄啊，你也是来参加恩科考试的？可好啊！哎呀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哎，你们签到了吗？年伯，小侄金兰心给您请安。来了啊！宛平县金兰心1名，签到。一切都安排好了啊！多谢年伯。下一位，请问阁下可是兰心兄？正是不才。久仰久仰，真是久仰大名，如雷贯耳啊！请问阁下，小可大名府崔护。崔护，好，下一位，墙头马上，人面桃花。仁兄可是风流的紧呐！阁下所言是传奇故事中的那个崔护？首先是年代不对，那人是唐代的；再就是帝王不对，那人是柏林的。小可是大名府，谦虚，谦虚是不是？这哪里是谦虚嘛？这明明就是驴唇不对马嘴嘛！哎，二位学兄为何在此争吵啊？这位便是风流韵界的大情郎崔护。哦，诸位见过，大家快来相识一下。下一位，我是崔护，可不是那个崔护。我一解释吧，他说我谦虚，活生生的把我拉到几百年前的唐朝了。两位仁兄，哪个崔护啊？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，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后面跟上。这首诗谁不知道啊？好诗啊！两个人相思了1年，本来想去幽会，鸳鸯帐里春风一度。好诗，好诗啊！我认错人了吧？啊，你没事吧，仁兄？无趣。好，后面的无趣。如今世上无趣之人太多了。刚刚那位兄台，那人是谁呀？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金兰心。不会吧？去年我也见到了，惭愧，惭愧啊！那个时候再过6年再说。大和尚请。刘大人请。2位考官，请。各位听了，2位监考有命，各路士子入场，按号入舍，不得有误。是这边。排长，这快点讲。我说你那个。谢谢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金兰心。拿下。
诸位，题有了。咱们大家搜肠刮肚啊！不是金大爷，我嘘，小点声。不是金大爷，这味儿太冲了，刺鼻熏脑，无助于文思。咱是不是换个地方？此事非同小可，如被路人发现，咱们都得掉脑袋。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时。大家忍耐一下，日后当有重谢。哎呀，此时题还真有难度啊！是何题啊？燕王府内有白燕一双。这燕王府在哪儿啊？既然封了燕王，那必定就得有燕王府啊！我看这是道虚拟题目啊！燕王府都不知道在哪儿，这哪来的白燕呢？哪个又见过白燕儿长什么样子呀？哎，这样，我先写诗饼，你们几个再斟酌出几个奇景的七言句子，然后大家再探讨组织一下啊。你算一下这个账，我们每天的人工开支是多少？我们每天走多少趟？4趟，少了我不用你们。飞呀，就这么一点钱，你顾边吧。哎，等，咱们再商量商量嘛。没什么好商量的，就这么一点钱，你能雇来车，我就把这些大牲口全部都杀了，吃肉。走，伙计。大把头，又怎么啦？咱这伙食也太差了，大家伙都闹着要我回家呢。就是啊，回家啊，这可是官差，谁回去？拉衙门去打板子。这别人也是官差，也不像咱们这样，上顿白菜萝卜，下顿萝卜白菜，连点荤腥气儿都没有啊。是啊，我倒是想天天请大酒楼啊，可谁给银子？这是要请谁呀？我也打个秋风。先去账房支几吊钱，割他几刀肉，多放点菜馅儿，包顿包子吃啊！不是，哎，吃的不错嘛。就这么点银子，算完碗里的，还得算兜里的。老兄啊，你也忒黑了。我要是黑呀，那你就是墨。哎，您来又有什么事儿啊？我来是给你报喜的。喜从何来啊？是你的大侄子恩科考得不错，保不齐呀，要占个魁元。哎呦，好事啊！不过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哎呀，你想想，现在干啥事儿不讲个人情啊？各个关节都需要拿银子打点呐。你这是？我也是无奈之举呀。咱们以前谈的分成，看来还得改改。那这桥你还让不让我建了？师傅，宛平居士金生元求见。金生元？金生元是谁？宛平县衙的一个书办。一个县衙的书办找我干什么？不见。这金生元是宛平县出了名的好绅，听说师傅发愿建庙，要施银1000两。多少？1000两。请，快把他请进来。是，师傅。大把头，那位军又朝这边来了，说话就到。哎呦，把这2块新开出来的石头赶紧给我搬过来！来，快，大把手，快点啊！快，往这儿放。哎，放这儿，啊，好，快点啊！快，放这儿，快去！哟，军爷您来了。我来看看这些石头去皮之后到底怎么样。哎，好。错不了，一看就是上等的好石料，结实着呢。但去休从霜介色，收来只许雪天肥。慈恩浩荡好风介，直上天门听鼓吹。
诗啊，祥瑞。大和尚，此诗虽见功力，但献媚之情溢于言表啊。贫僧却有不同看法。燕王府里燕子飞，一双玉剪裁春晖。此诗写白燕，切题而不漏题，通篇未见一个白字，深得诗家含蓄委婉之旨。大和尚，此诗啊，貌似一首佳作，但是引用跟借鉴过多，自家却在背后偷闲夺懒，您不觉得吗？刘大人的意思是，此诗为抄袭之作。本官正是这么认为，请刘大人引证说明。你看远了不说啊，本朝10大本就写过一篇以白燕为题的诗，我记着其中有这么2句，叫做珠帘12中间卷，玉剪一双高下飞。您不觉得这个挺像吗？这个玉剪一词立意新奇，后来诗家引用前人之句词，怎算得抄袭？其例不胜枚举，譬如老杜。我御史台同仁袁凯还贺过白燕这首诗，我记得其中有这么2句，月明汉水出无影，雪满梁园尚未归。你看他怎么写的？他这写的是日过龙潭未留影，月满王庭不见归。大和尚以为如何呀？此乃借意，贫僧以为还算不得抄袭。还有他这2句，但去休从霜介色，瘦来只许雪天肥。这2句我看着也眼熟，就是一时没想出出处来。此一联新奇景侧，即便放在唐宋诗集中，也算是佼佼者了。刘大人如果慢查出处，可是要破费些功夫了。文章千古事，得之寸心知。如此，是否可以判断刘大人不取此诗？本官正是此意。这道衍本来是个懂诗的人呢，怎么一眼就看上了这首并无新意，而且还涉嫌抄袭的劣作呢？难道他也徒有其名，或者另有隐情？哎呀，你看这成吗？不但在材料上以次充好，也就当些，连基坑都这么糊弄，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？这座桥墩子可是马虎不得。就你明白，这把头怎么不是你啊？我是担心这么干怕是要出事了。人家怎么吩咐的，咱就怎么办。你咸吃萝卜淡操心。这架桥铺路，凭的是良心，这么干是要遭报应的。哼，这姓张的不光黑工黑料，他还黑咱的工钱和伙食。我咒他将来生个儿子没屁儿。别说了，你给我过来了。嘿，你们俩别闲着，动着动着啊！这是何苦？不就是一首诗吗？哎，徐将军，这怎么是一首诗的事儿呢？道衍千挑万选挑出这么首诗来，这其中大有深意呀！啊，我是不懂，还请先生明言。你看，我给你念念啊，他写的是“慈恩浩荡好风界，直上天门听鼓吹”。这你听听这2句啊，怎么了？这把太子往上摆，道衍也太迫不及待了吧？这个，你是说啊？还有，这个诗柄写的就更直白露骨。你听着啊，说是啊，燕王封燕地，王府有白燕。自古白者瑞兽也，岐山见白林，江汉现白豚。九原有白虎，借天降之祥瑞。有圣人主，其500年之一遇也。500年啊，听着，500年。其500年之一遇也。
在下恭逢盛世，又见白宴，以诗唱和，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这马屁拍的也确实有点大了。说的是啊，这你把皇上往哪儿摆啊？这大不敬啊！这个。可是道爷你是精通诗文的，难道他就没有看出这诗中的意思？我也是忧虑于此。道爷深得皇上的赏识，又被亲命为燕王的宾客，他选中此诗，一定有他的目的。哎，徐将军啊，他这个诗要是选中啊，他是会呈给皇上预览的。你到时候怎么跟皇上说呀？就说燕王府出了500年一遇的圣人了，这较起真来可是僭越之罪啊。那这诗是谁写的？这只是猪圈，现在还不知道。这里面的勾当我还是不太明白，这猪圈和墨卷有何区分？哦，墨卷啊，就是参考的世子当堂写的，但是呢，要填上姓名和籍贯。猪卷呢，就是写完之后，把这些交给另外一人，用红笔重新抄录一遍，这回隐去姓名和籍贯，然后交给考官审阅。这不是防止中间的人情关节吗？哎，防得住吗？据我所知，科考舞弊也是古已有之啊。防不胜防啊！我大明初立，开科只1试，哎呀，接帖纷至沓来，每天送到我御史衙门。启禀大将军，道衍和尚求见。哦，快请。是。贫僧见过大将军。哦，大和尚，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？化缘见庙，我这儿可也快揭不开锅了啊！来坐。贫僧前去驿馆拜见刘大人，那里说来了大将军府上，也就跟过来了，叨扰。还是为了这首诗吧？贫僧已经调出墨卷，要与大人共同开启，以示公正。太心急了。前朝一族刀工走马，斯文尽失，此次皇上再开恩科，又需北方道统，小僧恭逢盛举，又岂能不尽心尽力？大和尚，你还是要取这首诗。此诗的文辞章法，大和尚，论诗当以气格为先，其他皆在其后。所谓气格，无非是虚幻玄论，只可意会，不可言传。没有气格，这华丽辞藻何以负载啊？正所谓气者，文所行也。何谓气格？请教大人，能否因个人好恶而随意判定？《礼记》有言：“温柔敦厚，诗教也。”夫子也曾言过：“诗300，一言以蔽之，斯无邪。”你再看看这首诗，阿谀奉承，跃然纸上，这简直就是张着嘴伸着手讨官要职啊！这不是诗人所指，刘某不以为然。大道理不过说说罢了，谁又能够从一而终？刘大人不是也未能独善其身吗？大和尚，你是在说刘某我是缘又是本朝，不能从一而终，有亏世德是吧？贫僧并非此意，而是借之而已。像刘大人这样天下闻名的贤达人物，尚且有经不住推敲之处，又何必于一首诗上苛求呢？大和尚，刘某是缘，乃是为天下苍生，苍生不得其所，刘某不展其志，愤而辞官。当今圣上，天纵英才，虚怀若谷，振臂一呼，天下英才纷纷响应，解万民于倒悬，上顺天意，下顺民心。我问你，尹义乃夏桀之臣而投商汤，文王乃周公之侯而起义兵。
这史论上可曾择其亏德呀？正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也。大和尚以为如何？啊，刘大人误会了，贫僧不是那个意思。好了好了，怎么越扯越远了？啊，商汤文王都出来了，还是开墨卷吧。我也很想知道，这诗到底是谁写的。刘大人请。还是大和尚请吧。哎呀，都别客气了，哎，开卷。籍贯：宛平县，姓名：金兰心。哼哼，哎。这传说是把老百姓的诉求叙说，你传给他，他传给我，你传给他，他传给我。人说舌头底下能压4个人，我说舌头底下传说出那奔腾不息的长歌。人说舌头底下能压4个人，我说舌头底下也能传说出